大多数时间都分隔两地，这样的感情实在太辛苦了。虽然有些选择让我也很为难，但我也都是为了两个人的以后着想，为什么他就不能理解我呢？两个人之间走得越来越远，可能他的未来里根本就没有我。来，掌声有请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陶25岁，来自安徽，是一名研究生；女嘉宾娜娜22岁，同样来自安徽，是一名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今天谁要来？今天是我要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俩算是异地恋。其实算是异国了，在一起快2年了，可是有1年半多的时间是分开的。啊哈，这期间因为时差和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很多时候不能陪在他身边。然后矛盾也不断的加剧，让我们之间产生了很多隔阂。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喜欢他的，所以我想挽回这段感情。异地或者叫异国，怎么个异国法？我们俩本科是一个学校的。当时我大4，他大1。啊，我快毕业了，当时是前年的4月份，我负责组织我们院的毕业晚会。他是艺术学院的，然后我是金融学院的。我需要找人来当主持，于是就正好遇到了他。请他来做主持。虽然高挑的身材、高冷的外表，可是让我一见钟情。之后就跟他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差不多5、6月份在一起的。啊。可是因为拿到了国外研究生的录取，然后在8月份的时候就离开了，于是一直异地到最近。哪个国家？美国。去美国了。对。啊，这个中间完全是靠什么联系情感呢？中间有见过2次面，但是基本上是我回国。回国。但基本上是通过微信视频以及其他一些方式进行联系。所以女生觉得很苦是吗？其实主要原因也不是这个。啊。在我们刚开始两个月还没到整的时候，他才告诉我，在我感情对他最深的时候。还是热恋期吧，他就告诉我他要离开，说他要去美国读研。在这之前我们确定关系的时候，我是不知道的。其实也不是说刻意瞒到最后，因为毕竟当时在认识他之前，我刚刚已经拿到录取了，也是挺难得，所以走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可是我们刚在一起，我不想让这件事情破坏我们的感情，所以才在我即将离开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这已经2年了吧？对，将近2年。还要读多久啊？我已经毕业了。回来吗？现在已经回来了，然后就站在这里想来挽回这段感情。不是啊，是他虽然刚刚回来，刚过完年，他就跟我说他要在美国工作了。哦，他又要走啊？是的。能去美国读书现在已经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情，但是能留下来工作，特别是学金融这个专业，的确也是一件挺难得的事情。也拿到了纽约、华尔街的一个很好的 offer，然后也是希望能回去工作，因为我比较重事业一些，但是我同样也非常重视他，所以我希望他能够等我一段时间，或者是跟我一起去美国啊，在他毕业的时候。怎么想的？去吗？我们在一起2个月，我等了你1年半，等到你回来的时候，我们约定好了很多东西，你又告诉我你又要走，还要我跟你一起走，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仅欺骗我，然后没有责任感，然后也是很自私的一个男人。你跟他约定什么了？你们俩约定什么了？从一开始走的时候，暑假走了之后，我就跟他约好每天视频嘛。刚开始还能做到，没多少天，每天就说10分钟、几分钟的话。有的时候我在这边熬夜嘛，因为有时差，我在这边晚上12点不睡觉，就为了等他给我打一通视频。他叫我睡觉，他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要跟我说，没有什么可说的。那我就觉得那人又不在，然后话又没得聊，这个东西就让我每天心情都很不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我也想见你，我也想跟你聊天，跟你分享我的喜怒哀乐，但是你也知道出去读书，特别是这种比较短的硕士1年半时间，真的很忙。去年暑假的时候，我刻意躺了挺长一段时间，飞了半个地球回来见你，但是你还是不满意。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回来见你了，你不能来我就回来了呀。回来陪我？暑假你们假期我是知道的，有2个月吗？你陪了我几天？ 2周时间。像我们专业，如果
没有一个好的实习的话，之后也没有办法拿到份好的工作。于是好不容易得到一份暑假在纽约的实习，但是在学期结束和实习开始之前有2周时间，这2周时间我一天都没有浪费，飞回来陪他了。可是他还是不满意，说回来陪我，就1个礼拜是在一起的，那1个礼拜我是怎么过的，你知道吗？每天就扳着手指头数，6天，还有3天，明天你就要走了。每一天我都是在想，这段关系该怎么继续下去？毕竟心里还是对他有感情的，所以就觉得也没所谓啊。但是他回去之后就越来越不像话。本来不喝酒的一个人，去了美国之后就开始每天晚上都跑出去喝酒，跑出去聚会。并没有每天晚上。然后给你打电话1次不接，2次不接，有一天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我们吵完的1个月之后，他回来了。然后是在年前的时候，他回来找我了。当时其实我就以为他已经回来了，我当时特别开心，我就觉得终于熬出头了。但是后来他跟我说他要留在美国工作了。那工作这种事情，就不是1年2年可以形容的。其实在一起，很多点点滴滴也是让我挺感动的。如果真的只是吵架的话，今天也不会想来到这里解决问题。就拿一件事说吧，之前实习的时候经常一个人，忙到很晚，也是挺辛苦的。有一次要坐一趟长途火车，从华盛顿到波士顿，4个小时的时间。只是上车之前偶尔跟他说了一下，我可能要多长时间到。之后我上车了，他也知道我很辛苦，可能在车上睡着坐过站。就在我下车前1-2分钟的时候，一通越洋电话打过来把我叫醒了。当时我也的确睡着了。就这些小事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知道
他还是很体贴我的。问几个现实问题吧哈。这个你去工作对吧？对。你的规划里是他毕业之后去美国？因为我现在也没有定工作多长时间啊。我希望他能等我，或者最好能够，他现在大3，希望他毕业之后能够来美国读研，或者是怎么样，能够2个人在一起。还有其他的选择吗？或者是我尽快结束在国外的工作，然后回来陪他。但是我现在真的不能确定多久结束，因为我觉得一个男人，其实你的生活方式还没有确定呢，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有一份好的事业是真的能支持2个人生活的共同基础。女生，你现在就是你的专业申请出去容易吗？不容易，而且因为我本身在校期间也有做兼职嘛，我在这边已经拥有了一定的人脉，还有朋友家人都在这边。我做不到那么努力，一个女孩子要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那个地方。所以其实你对离开祖国去美国学习或者工作，你没有那个期许和期待，对吧？是的，我只想简简单单的，不想太累，我也没有太多的抱负。我就觉得他把事业看得特别重，把我们俩的感情放在一个很低很低的位置。但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比我们俩的感情重要。但是你不知道，我如果一份好的工作都没有的话，我光过来陪你，一直陪你有用吗？都没有一个好的经济基础的话，2个人未来谈什么？那谁知道你以后真的有出息了之后养的是我呢？谁能做这个保证呢？我都坚持了这么久了。所以呢，并不是这个异地的问题，或者其他的什么问题。是2个人可能想要的生活压根就不是一种同样的生活。就你对他这1年多念念不忘，到底是因为什么？真是我觉得他和很多别人不一样。比如虽然可能他的外表看起来比较高冷，但他的确是个非常非常细心和细腻的女生。很多地方能关心到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就从起居和晚上睡觉而言，他每一个问候都正好恰到好处。虽然没有任何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但是拿出来说这些点点滴滴，能说，尤其是在异国他乡的时候，对的，尤其是在寂寞的时候，这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是的，是一份特别美好的回忆，是吧？那其实对你来说，就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这姑娘其实把难题已经放在这儿了，留下来咱好，你走咱分，是这意思吧，姑娘？我听得对吗？还是说，即使留下来，其实你也不想再跟他继续了？你说一个实话，你给他一个特别明确的答复。说实话，心里还是对他有感情的。我的问题是，如果男生留下来，你就一定跟他好，还是说留下来只代表我接受我们恋爱，好不好谈谈看？我觉得应该是留下来看，如果真的谈谈看吧。所以男生心里会恐慌啊，留下来也只是个谈谈看，我怎么能留下来呢？我要强大自己。女生心里想，是啊，我去了以后也是个谈谈看，我还得强大我自己呢。你们俩就在这儿较上劲了，是吧？好了，时间过得挺快的，研究生也读出来了，一份不错的美国工作已经向你招手了。如果人生当中再有一个自己喜欢的这个女孩，愿意为一段感情再守个1、2年、2、3年的分离，人生赢家哈。但人生哪那么多如意呢？应该怎么抉择呢？老师们你们看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其实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接受异地恋？我觉得有这样几种情况。第一就是本身他对亲密感情的那样的一种接触是陌生的，这样的一个大部分出现在离异家庭或者是留守儿童，他们成长起来之后，因为他不太熟悉跟一个人天天朝夕相处的那种亲密，所以反而拉开一定距离的恋爱会让他有比较熟悉的和舒适的轻松的感觉。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独立性很强的，他对爱本身有很深刻的信任，所以他相信一个人不在我身边，但是我依然相信他不会不爱我。还有一种呢，就是他们之前会有比较好的情感接触，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相爱，他们得有信任，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造成距离的分开的话，他们会有之前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基础作为他能支撑思念的这些动力。但是我听来听去，我觉得咱们的这位女孩，她既不是很期待有距离的感情让自己放松，她也没有说那么的独立，同时你们俩也没有那么深厚的过往，成为你们彼此这种异地恋的一个支撑，一个强有力的基础。还有一个，我觉得小伙子你忽略了一个东西，在他没有太多的生活压力的状态下，成为在一个学生生涯的时候，他对于分离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就有这么多的抱怨。那么他马上就要毕业了，他一毕业，他进入到社会竞争，这个时候他内心会有更多的脆弱，会有更多需要情感支撑的这种即刻支撑的这样的一种陪伴的需求，而那个时候你还是不在身边，我真的不认为他能够去靠一种叫相思的东西支撑下来。异地很美好，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去适应它，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情感这个东西一定是要找适合自己的才是对的。谢谢。好，谢谢白老师。来，徐总，男孩问你个细节，这个美国的工作机会你没有去应。涂老师，你们俩所有的对话，我只听见了3句。女生对男生说：“不能为我留下来吗？”男生说：“如果我没有好的工作，将来怎么养你？”女生又说：“天知道你将来好了，养的是我吗？”我只听见了这3句，就这3句就足以证明你们都其实各自心怀鬼胎，都不信任对方。这3句话所透露出来的本意，无非是男生说工作比你重要，这是潜台词；女生说你工作好了，成功了，你一定会始乱终弃。你们彼此都这么不信任，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呢？彼此都防着对方，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呢？所以根本不是异地恋的问题，而是你们根本不愿意为对方哪怕再付出那么一点点。有一个女生叫杨丽丽，她在大2那年找了她的学长做男朋友，那个学长叫李明，2个人都很穷，每年都拿奖学金和助学贷款。当寝室的所有的女生发现杨丽丽找了那个穷学长做男朋友的时候，都说你们这样的弱弱联合，前途一定非常黯淡。但是杨丽丽毅然决定跟李明谈恋爱。在大学校园的这几年，他们彼此都非常恩爱。逛街只能去淘地摊货，彼此只能吃门口的鸡米饭，但是男生会把所有的鸡肉都往女生饭碗里夹。杨丽丽到了大3，李明到了大4要毕业的时候，李明说：“我决定出国务工，
但是我选择的是去非洲的安哥拉，在赤道上修桥铺路。虽然很苦，但1年30万的年薪，等我回来之后，我可以让你过上一个基本富足的生活。后来3年之后，杨丽丽其实已经毕业，回去做了2年的中学教师，而李明真情60秒。其实吧，就像刚才老师们说的那样，啊，哎呀，这段恋爱谈的哈，特别像一场谈判啊，一段1年半的异国恋，在这个过程当中，2个人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现在生活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要做出选择，他们会怎么选择呢？看看他们的选择吧。
请开门。主持人，其实我想说一下，刚才就是没有说完的话。我今天既然想来请他留下的话，我肯定带来一些事情。这期间，不仅在努力找美国的工作，其实我也做了2手的准备。我在国内也有找工作，然后这次回来比较早，也是参加最终有的面试，然后也通过了。其实两边都有工作机会，然后这边也挺不错的。我今天也是想最后把它当惊喜一样告诉你，希望你能留下来。姑娘，你是吓着了吧？还是惊喜了？我没太弄懂。啊？你现在都懵了是吧？啊。其实也就是大家可能觉得特别突然或者是怎么样，的确也是我做的不好，拖到现在才说。的确是我们俩之间经历了很多事情，的确是这1个小时没有办法说出来的。行，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好的，谢谢。行了，回去情人的浪漫时刻吧，各位请见证。可能我比较大男子主义，所以在最后才跟你说了这件事情，但是对你是真的真心的，不然也不会坚持这么长时间。希望能够好好在一起，就像这台上的1个小时根本没有办法说出我们在一起将近2年发生那些事情。没有异地过的人是体会不到异地的感觉的。你带过我那么多的感动，永远都不会忘的。在爱里等着你，陪你叹息，有种爱你，在梦来抱会儿吧。来吧，女生，走吧，回去吧。回吧。